地黄精乃是凝聚沉稳厚重的精纯大地之力而生，生长到100年之后，便是会因能量的饱和而不会再有丝毫的体积增长。注明知识来自药老留下的古籍，萧炎收获的这一块可是有1000年哟。这就意味着在这地黄精之下的地底会有好东西。萧炎乐疯了，立马就将那土坑挖了5、6丈之深，但却一直没看到东西。就在萧炎开始怀疑自我的时候，他突然瞥见了一旁被他从地底掏出的泥土不太对劲，信心大增的萧炎开始更努力地刨坑了。5分钟后，终于是被他挖到了，是一块已经生出地心魂髓的地心玉母。地心玉母能够压制体内的狂暴能量，从而降低走火入魔的几率。地心魂髓则是能够断魂，洗脱灵魂铅华，也就是说，有了它，萧炎能够突破至灵境的把握将会立刻上升将近5成。捡到宝了，捡到宝了！萧炎兴冲冲地将土豆填埋回去的时候，一道笑声却是突然响起：“这位小友，凡是天地财宝，见者有份，你这样全部收下，可是有些不合规矩啊！”一名黄衣老者现身道。萧炎并没有丝毫意外，反而眉头一掀，似笑非笑的道：“躲够了？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藏下去呢。”该老者名为黄奕，实力为7星斗宗。他认为自己能够碾压只有4星实力的萧炎，但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，因此他打算自己吃火锅，让萧炎吃火锅底料。萧炎哪里看不明白他的打算，没有废话，直接放出了地妖魁。黄奕原本含笑的脸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，立马凝聚成了一只10几丈庞大的火焰鼎炉，狠狠地迎上了地妖魁的那对铁拳。两者相撞，僵持仅仅持续了片刻时间，火焰鼎炉就碎了。这下踢到铁板了。倒飞出去很远，刚稳住身形，黄奕急忙就开口道歉，表示自己立马就滚。只是话音刚落，一掌就印上了他的后背心。黄奕一口老血瞬间就喷了出来，擦着地面飞出去了老远。稳住身体的黄奕面色狰狞地冲着萧炎道：“小子，算你狠，不过老夫也不会让你好过。我有2个同伴也是一同进入了丹界，他们会为老夫找回这个场子。”随后就发出了信号给自己的同伴。萧炎却是笑了，淡淡的道：“你想让你同伴来送死的话，我倒是不会在意。”黄奕怒道：“不过是嘴硬而已，一具傀儡有什么好嚣张的？”但看着萧炎一步步的逼近，黄奕还是很怂的将握在手里的空间石捏碎了，期间不忘放狠话，让萧炎等着。当会结束，他定要让萧炎生不如死。萧炎要是够胆的话，就报上名来。萧炎乐了，冲着已经有点模糊的黄奕报上了姓名，然后如愿的看到了黄奕那懊悔不已的精彩表情。萧炎其实一点都不担心黄奕所说的同伴来找他麻烦，因为他不认为黄奕能够结交斗尊强者成为伙伴。黄奕身形消失后，萧炎就研究起了地图，最终他决定先尽快将药单上的3种天材地宝弄到手。根据地图赶到万妖山脉时，萧炎却发现山脉外围的一片小山丘上有着许多的参赛者，就连宋清、曹颖也在。宋清正在游说众人组成联盟，一同对抗万药山脉之内那半只脚踏入8阶的绝世凶兽。理由是万药山脉的很多天材地宝都被该凶兽搬到他的洞府中了，其中就有众多参赛者所需的任务品，只要众人合力击败该凶兽，那其余的魔兽将会自动溃散。宋清的话是有着几分道理的，可这里的人没有几个是蠢货。8阶层次的魔兽，那战斗力绝对能够和一名真正的斗尊强者相媲美。参赛者们可都是竞争关系，这种时候真要将信任交予其他人，那怕真是嫌命长了。宋清很清楚这些人的顾虑，他给出了解决方案。在未将凶兽解决之前，皆不能对同伴出手，有违协议者必将受到围攻。在场的很多参赛者都心动了，萧炎当然不在其列。以萧炎如今的实力，若是施展毁灭火莲击败那凶兽，其实不难。但那之后，他也将会进入虚弱期。现在有一群大冤种愿意正面吸引火力，自己绕后偷家，不香吗？萧炎正琢磨着怎么实施计划的时候，玄冥宗的少宗主陈贤到了，与之同行的还有2名9星斗宗护卫，杀了他！陈贤手中扇子直指萧炎，喝道。宋清与曹颖却是跳了出来当和事佬，让萧炎2人先联手过了这万药山脉再说。陈贤不好服了曹颖与宋清的面子，就同意了。萧炎却是没有这种顾虑，当场就拒绝了，并转身离去。宋清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。陈贤很是贴心的让自己的打手去送萧炎了，2人闪身出现在萧炎身后，一记手刀狠狠地对着萧炎脖子劈下，然后萧炎散了，陈贤飞了。
那2名老者见自家少主被萧炎一掌拍得吐血倒飞，吓坏了，立马上前将陈贤接住。刚稳住身形，陈贤就疯魔的怒吼道：“给我杀了这个混蛋！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！”少主之令哪能不听？不过2人再不敢让陈贤落单，于是由白长老负责弄死萧炎，另一位则负责护住少主。白长老拎着一柄足有半丈长的大刀，就同萧炎战作了一团。5星的差距到底是难以拉近的。不过萧炎利用战斗间隙完成了3旋变的第1变后，战局立马就发生了变化。一击震退白长老，萧炎立马转身冲着陈贤杀去。一直护着陈贤的长老气死了，立马前扑就想阻拦萧炎，一道银色人影却是突然浮现缠住了他。陈贤慌了，身形急退，可他哪里快得过萧炎？脚步刚刚踏出2步距离时，萧炎的攻击就到了。陈贤虽然反应极快地拧出玄火刀朝着萧炎的脑袋砍去，但到底是敌不过萧炎的蓄谋已久。一阵清脆的骨骼破碎声响起后，陈贤再次变身为飞天喷射战士，最后重重地砸在一块巨大的山石上，不断地抽搐着。众人懵了，宋清暗恨，曹颖兴奋，白长老怒了：“小子，你太过分了！”伴随着一声怒吼，白长老化为一抹闪电，带起凌厉劲风与杀意，冲着萧炎暴掠而去。萧炎却是在冷哼了一声后，冲着陈贤去了。生死关头，陈贤声色内察地厉声喝道：“萧炎，你敢杀我，玄冥宗一定不会放过你！”萧炎理都不理他，因为萧炎明白陈贤就是一条疯狗，他绝不会因为萧炎放过他有丝毫的感激。重尺即将拍到陈贤脑袋之时，萧炎道：“下辈子投胎，记得动歪脑筋的时候多想想后果。”陈贤望着那在眼瞳之中不断放大的碧绿火齿，只剩下了后悔与绝望。然而萧炎这尺终究是没能拍到实处，宋清出手了，土玄地火盾阻挡了萧炎的攻势。就是这么一顿，白姓长老的攻击直指萧炎后心。若是萧炎执意要杀陈贤，那后方之人也必取他性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萧炎眼眸微眯，一股暗劲通过尺身悄然地透过土盾，重重地轰击在了陈贤小腹之处。萧炎回身对上白姓老者的攻击后，借助冲击波拉开了距离，稳住身形后，萧炎目光阴沉地盯着宋清。宋清却是张口指责萧炎为一己之私损伤团体力量。对于宋清这种挑拨行为，萧炎只觉得有些好笑，因为这里的人都不是傻子。萧炎懒得搭理宋清，召回地妖魁就准备离开。2名玄冥宗的长老查探完陈贤的伤势后，就知道自己少主是彻底废了，保护不力的锅他们是逃不掉了。因而萧炎这个罪魁祸首一定不能放走。可惜他们追不上萧炎，只能气得暴跳如雷，不断的输出美丽语言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